萧家，萧炎。纳兰家，纳兰嫣然。3年之约，我如约而至。今日解决掉以往的恩怨吧。当年你给我萧家的耻辱，今天请还回来。我并不认为我当年做错了什么。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。或许在当时，会有一些举止不当，但如时间倒退，我想我会依然如此。我是云岚宗的大长老云灵，今日宗主尚未回来，3年之约便由老夫主持。此次比试意在切磋，点到为止。各安天命。指缝中的光点燃了梦魇，是有谁点着一盏？云岚中的风动空了指尖，对他是我。就这个点燃不放，这是一切风景。要不过出世之我出世之杀人，韶光尽一过难言，无知无边无边，如果命运不堪负难重演，出世之我决定不许放眼，希望它我来来。天朝天天，烈不休眠。退婚，在斗气大陆上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。而3年前，纳兰嫣然借云岚宗之势前往萧家强势退婚，使得萧家沦为加玛帝国最大的笑柄。萧炎为夺回尊严，愤然与纳兰嫣然定下3年之约。在3年的苦心修炼中，萧炎有得有失，内心逐渐成长，也对3年之约有了新的认知。今天，萧炎如约踏上云岚宗，这段往事即将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。就他还想娶纳兰师姐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也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挺有勇气的，大话谁不会说，匹夫之勇吧？那便是萧家那小家伙，不是说是个不能存储斗气的废物吗？哼哼，看他那副气度，可不像是强装出来的。不知为何，这小家伙给我一种挺熟悉的感觉。嗯，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哼，纳兰老家伙，那就是差点成为你纳兰家族女婿的萧家小子，似乎并不像传言中的废物啊。这般气度与心性，在我所见过的年轻人中，可没有几个呀。年轻人，凡事留一线。不过既然你这般要求，那就随你，生死各安天命。今日3年之约已至，你们以前的恩怨将会彻底结清。希望以后一切纠葛可以。
愧是云岚宗少宗主，这般强力的斗气，说用就用。风铃，分心剑。听说纳兰师妹仅仅1年时间，便将这玄阶中级的斗技修炼出5道阶形的地步。哎，我修炼了近2年，也不过才4道啊！这刚开始便是使用这种等级的斗气，恐怕是要速战速决呀！那萧家的小子可要倒霉喽！既然这样，那便硬接。怎么突然快了这么多？八级。纳兰师姐，纳兰师姐！哼，若真认为他这么容易就败了，那也太小看云岚宗的栽培了吧。这小家伙不错呀，不过刚才的攻击看似凶猛，却并没有给纳兰嫣然造成多大的伤害。不错，云岚宗的飞雪身法。看来这3年云韵对他的培养很是尽力呀。他体内的能量正在急速增加着，而且隐隐有着突破斗师界限的趋势。云岚宗的秘术果然不凡呐。萧炎的小家伙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啊。而且他手中这把大黑尺似乎也有些诡异。看他双脚落地时造成的气流，那尺子应该很有分量。刚刚尺子离手时，他不仅速度，甚至连斗气都瞬间变强了许多。我真的挺好奇的，这小家伙到底是凭借什么，能在3年内拖到废物的名头，还这么快就追上云岚宗重点培养的纳兰嫣然的？这是不可能！那个神秘人可是斗皇强者，以萧炎的年纪，就算有天纵之才，也绝对不可能达到。你真的很让我意外。看来这3年，你确实变了，不再是当年那个萧家废物少爷了。终于要展示真正的实力了。哇，纳兰师姐已经进入大斗师了，厉害啊！3年之约应该已经开始了吧？好强的威压！这是何物？怎么会出现在宗门里？
虎哥大师，虎哥大师，好久不见。各位朋友不必多礼。没想到家老法老两位也在，不过今日宗主不在，招呼不周，见谅见谅。丹王不必客气。不必客气。这位是海波东，冰皇海波东。当年古河尚还在历练之时，便是久仰海老大名。今日一见，威风不减当年呐。那便是萧炎。是啊，只不过却并非废物。2星大斗师，这就是你的实力？来吧！萧炎他也是大斗师啊！居然凝聚出了斗气铠甲，哼，这下好玩了。大长老，那小子的实力是有些出乎意料，不过与嫣然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。安静看着吧。不得不说，你现在的实力确实有资格让我正视，但也就仅此而已。萧林兄弟啊，你真是得了个好孙子。也从未忘记过3年前你写下的休书，也从未忘记过你我之间的约定。只有了却你我之间的一切关联，才有资格获得我想要的一切。只是你无法理解罢了。或许吧。因为你不了解我的理想，也不知道为了今天我都放弃了什么。我自己有权利选择我的人生。想做我的男人，你还没有资格。嫣然他日能否统领云岚宗，就看这一战了。当年的是是非非，我并不想多说。今日的我代表着云岚宗这一次的宗门的声明，我绝不会留手。我会证明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所以，带上你对我的仇恨，放马过来吧！你对我一无所知，我对你已经没有那所谓的仇恨了。虚伪，萧炎，这场约定你是赢不了我的。
他要使用那招，看来比试要结束了。把嫣然逼到这一步，这个萧家小子真的很强啊！这丫头竟然被逼到这一步了。终于使用底牌了吗？萧炎，定胜负吧！炎萧，那炎萧就是萧炎。这小子把大家都耍了。原来他就是炎萧。小子想干什么？好庞大的能量，将异火与别的火焰互相融合，这个家伙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。炎萧，萧炎，萧炎，炎萧。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输！萧炎，不可能战胜我的！3年前如此，现在也是如此。父亲，老师，我准备好了，去吧，佛怒火莲。快护盾！风之极，落日焰！去吧，佛怒火莲。
萧炎那般流晃。大长老，现在事态有些出乎我们的掌控了。那个萧炎真的很强，嫣然不能输，不然在这么多强者面前，云岚宗的脸往哪儿搁？那大长老的意思是，斗皇阁下，葛叶，注意你的形象，你可是宗内执事。我是萧炎，是斗皇。好，嫣然，嫣然。结束了，纳兰嫣然。这便是你的报复吗？构建一个出色的让我为之残然与着迷的虚幻之人，然后再将它打破。当年我所看不起的废物，却能够真正的让我纳兰嫣然另眼相看。萧炎，当年的我的确是因为你的实力而有所看低你，事实已经证明我目光短浅。不过我刚刚已经说过，即使时间重来，我依然会去萧家退婚。我的婚姻不需要别人来做主，陪一个陌生人度过一生，我做不到。我从没说过你退婚有错，只是你选择的方式错了。可惜高傲的你，却从未想过这一点。不过事已至此，孰错孰对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。日后的我们不会有任何交集。你继续做你的云岚宗少宗主，我会去继续做我的苦行修士。3年之约结束了。萧炎，还望看在云岚宗的面上，让嫣然几分。事后我云岚宗定会给你满意的酬谢。该死的小子！年纪轻轻就成为大斗师，这小家伙不简单呐。假以时日，此子必成大器。终于结束了。萧炎，你赢了。现在想来，当年去萧家退婚，我的方式的确不妥，所以，请日后代我与萧叔叔说一声抱歉。按照当年的约定，我纳兰嫣然本该为奴为婢，不过，为了宗门的名声，其实我不能如约了。反正我在你心中蛮不讲理的印象也已经根深蒂固。那就再让我任性一次吧。嫣然，我对收你为奴为婢，并没有太大兴趣，所以你也不必以此来保全云岚宗声誉。3年之约已经结束。你的失败，就当是为你当年的行为付出的一点代价吧。你也知道，
这种纸面条约没多大的约束力。3年前说的话，今日我再重复一次：纳兰嫣然，日后你与我萧家再无半分瓜葛，你我都自由了。 诸位，好戏收场了，各回各家吧。萧炎，请留步，我云岚宗有事需要你来验证一下。云林大长老，嫣然的确技不如人。嫣然，这并非是因为比试之事，你暂且退到一旁休息。 难道那云灵因为比试输掉，还想将人家强留下不成？云灵素来重视云岚宗声誉，他可不敢做出这种蠢事来。我敢肯定，就是他。云林长老。 何事？你敢肯定吗？是他。萧炎，几个月前，我们云岚宗外门执事莫成被人所害一事，想必你应该知道吧？云林长老此话何意啊？葛叶，你来说说莫成被杀时的情景。 莫成被杀当天，我刚好陪少宗主去莫家祝寿。当时，我亲眼看到2名蒙面斗皇闯入寿宴。我和少宗主因为有事就提前离开了，但我还是亲眼看到，那个斩杀莫成的神秘斗皇所用的斗技，与萧炎刚刚击败少宗主所用的斗技极为相似。 杀死莫成的那个神秘斗皇，就是萧炎。云林长老，对于贵宗莫成执事的死，我的确略有耳闻。不过，你们真的认为我有斗皇强者的实力，是不是有些太抬举在下了？嫣然。 当日你也在场，虽然你并未见得对方容貌，可两者一些特殊的地方，你应该知道一点吧？大长老，我并不能辨别他的身份。我记得那神秘斗皇的斗技里掺杂着一股极为恐怖的白色火焰。白色火焰。 炼药师大会的时候，萧炎还真使用过一种白色火焰，我敢肯定，那是一种异火。果然还是留下了破绽。萧炎先前伪装成炎萧参加炼药师大会，在场的诸位应该都还记得，当时你就使用了一种威力极大的白色火焰，这个你没法狡辩了吧？ 天下间能够使用白色火焰的人多了去了，你不能说他们都是杀了莫成的凶手吧？云林长老还是不要随意乱讲的好。站住！脚长在我身上，去与留还轮不到你做主。在未查清是谁杀了莫成之前，你或许得留在云岚宗了。执法队，留下他！是。
3位斗王强者，云岚宗的实力果然恐怖。萧炎，若非心虚，何必急着走？各位，按萧炎的表现，他是真的与莫城之死脱不了干系。若他真是凶手，就必须为莫城之死付出代价。今日的举动，还请诸位理解。大长老，此事是否有些误会了？萧炎若真是杀了莫城的凶手，我岂能和他交手那么久？待我们先把他留下，其他的等宗主回来再说。拿下他！3名斗王一起对付我，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！丰富。异火吗？果然很强。小子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这小家伙看来有些麻烦了。这3个老家伙出手，就算是我也要被拖延上一阵儿。如果他拿不出击杀莫城时的那种实力，想必今日也只能留在云岚宗了。你不打算出手一下？毕竟萧炎也是炼药师公会的荣誉长老啊。我代表的是整个加玛帝国炼药师公会，若是直接出手帮萧炎，那会有损双方的关系。先看看吧，到时候我再私下找云宗主说情吧。烽火墓壁。放弃了吗？怎么回事？这伤怎么突然这么狠？海波东，他怎么出手了？哼，看来萧炎对海波东的诱惑很大呀，甚至大到能够让他甘愿出手阻拦云岚宗的地步。这个小家伙，真是让我越来越好奇了。海波东，啊！
平皇海波东，你竟然还活着！没事吧？你要再不出手，那就该有事了。护着你和3个斗王缠斗，会有些麻烦。别和他们应战，只要能够离开这里就行。云岚宗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幸好云韵不在此处，不然想要让你离开，就彻底没有办法了。那就拜托海老了。海波东，当年一别，没想到今日还能见面，真是让人意外呀。云林，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成了云岚宗的首席大长老。当年的你，似乎不过是刚进入云岚宗的长老院而已。叙旧的话，还是日后再说。此事事关我云岚宗声誉，海波东，还望你不要随性出手，免得损了云岚宗与米特尔家族之间的关系。抱歉了，因为一些缘故，今日我必须保全萧炎。如果你能看在我的薄面上让他离去，日后我海波东不会忘记你这份人情。你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莫成作为我云岚宗之人，这些年对宗内的贡献也是所有人有目共睹。这种功臣若是死得这般不明不白，日后我云岚宗该如何服众？云岚宗执事听令，接云岚务阵。拦住他！好硬的龟壳！海老。先退开，自己小心。闪开！好快！不管海波东为何保你，只要将你拿下，想必他也不敢真做出什么事。向走！烦人的家伙！看来要结束了。云岚宗几个长老的融合斗技很是麻烦，海波东就一个人，难以将萧炎从云岚宗带走啊。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救你！不对，有东西！
老师，刚才那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条尾巴。又是一种从未露面的底牌。这小子难道真是杀死莫城的强者？小家伙，你醒了。竟然还藏着这手！小家伙，饿了吧？帮我个忙，拦住他行吗？真是个可怕的家伙。没想到萧炎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头堪比斗王强者的五阶魔兽。不知为何，总觉得这东西有种熟悉的感觉。你们缠住海波东，我来对付这头魔兽。既然不用担心那边的事情，那么接下来就让老夫来领教领教，是你融合斗技强横，还是老夫的寒冰斗技更胜一筹？风遁。修行风属性功法的长老，想办法擒住萧炎。血焰盾！云灵，看你往哪里跑！云灵，他竟然对一个小辈下如此狠手！你的对手可是我们。
本不想重伤你们，但现在似乎没时间陪你们胡闹了。玄冰龙翔！海波东，别太过分！小子，无论死活，你今天非要留在这里了。云灵大长老，小心！云灵大长老，试试这个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眼分！是浪石！好小子，倒是老夫小瞧你了。大斗师的实力能够伤到云灵，想必斗技等级不会低于地阶吧？野火，斗王级别的宠物，现在又是地阶斗技。云岚宗弟子听令，解云烟赴日阵。是。连护宗大阵都用上了，云灵这次怕是被萧炎气疯了。这下麻烦了，云岚宗的护宗大阵云烟赴日阵已经施展，我们相当于和所有施阵的弟子在作战。众长老，助我一臂之力！萧炎，快躲开！小家伙，受苦了。
这一次，我倒要看看这大蛇还能怎么护你！云灵，以你云岚宗大长老的身份，竟然对一个小辈动用护宗大阵，还不动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也别怪老夫不念旧情。唉，为了一个墨城而已，与一名斗皇强者以及一名潜力恐怖的未来强者闹成这般，值得吗？不是为了墨城，他一个外门执事还没这么大能耐，倒是萧炎的厉害，让得云灵颜面大失。云灵是动了死心呐！下地狱去吧！可恶！万化冰镜。不可能！想不到名震加玛帝国的云岚宗竟是这副德行。整个宗门上千人，竟然联手起来对付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，真是丢尽了当年云破天在大陆上为云岚宗打出来的脸呐！是谁？竟敢辱我云岚宗先辈，藏头露尾之人！有本事给老夫现身！别人怕你云岚宗，可我灵隐却没半点惧怕。灵隐，你不是加玛帝国的人。谁规定的？不是加玛人就不能进入这个国家了？果然是大陆上来的强者，以他的实力，怎么可能接触到这个层面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云灵也该小心地思量一下这其中的得失了。这位朋友，今日是我云岚宗宗内之事，还请不要插手。事后我云岚宗定会将阁下视为上宾。虽然我云岚宗已有多年未踏足帝国之外，可对于来到加玛帝国的大陆强者，却是一直持着欢迎态度。你倒是挺会说话，不过可惜了，老夫受人之命，萧炎这个小家伙，今日我却是要毫发无损地将他带走。是他。当时他对你并无杀意，现在看来，他明显有帮着你的意思。朋友，虽然不知道你究竟是何人，不过这般得罪我云岚宗，可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云岚宗很了不起，虽在加玛帝国有几分重量，可在斗气大陆上也不过只是2流势力而已。没想到云岚宗竟然培养出了你们这些井底之蛙。当年云破天费尽千辛万苦打拼的名声，恐怕是要败在你们手上了。哼！不管你是何方势力，你们真当我云岚宗是摆设吗？今日若不留下萧炎，云灵还如何协助宗主管理宗门？
如果当年没有，永远留在这里吧。今日我倒要看看，我家小姐要护的人，谁敢上这一根汗毛！万影符。看此人的手段，恐怕至少是在7星斗皇左右。的确很强，而且他的功法属性也是不常见的。我们要出手吗？无论如何，云岚宗都是我们加玛帝国的势力。还是再等等，先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倒是有几分能耐，难怪如此猖狂。给老夫破！欺人太甚！相比斗技，老夫还是喜欢近身肉搏。留了口气。你的确很强。若是嫌活着累，老夫可以帮你一把。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让我们云岚宗如此难堪。今日若是放任你们安然离去，恐怕日后我云岚宗在加玛帝国将再无声望可言。你没这个本事。我的确没这个本事。不过，是那个老家伙，他果然还没死。老师，他怎么苏醒了？
海老，是上一届的云岚宗宗主云山。看这气势，是真的突破了斗皇掌壁，进入了斗宗级别。斗宗强者，看来这下真的是遇到麻烦了。我是个有始有终的人，今日就算云山真的要阻拦，我也会尽力将你带下云岚山。海老，多谢了。今日之主，萧炎谨记于心。云灵，给我个解释吧。弟子知道，老宗主曾说过，若非极为重大之事，不能打扰您的静修。可是老宗主，您再不出来，云岚宗就要让人给毁了。云韵呢？宗主外出，还没归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云岚宗还是第一次被人破坏成这样。简略说说事情吧。老宗主，今日之事全部都是由萧炎所引起。前些时间，我宗外门执事莫成被杀，此子嫌疑最大。我们也并无恶意，只想与其商讨，暂时请他留下，查清真相。若是冤枉了他，云灵定会向他赔礼道歉。可他却仗着背后的势力撑腰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竟然直接大打出手。如今宗主不在，我也只能冒着打扰老宗主的风险，将您请出来了。连嘉刑天砝码你们两个老家伙都过来了。哼。还有海波东，我以为当年你已经被美杜莎女王给击杀了。我也以为你这老家伙已经死了。你便是萧炎吧？小子萧炎，见过云山宗主。气度倒是不错，不过实力便是弱了一些。先前云灵所说，你并没有什么反驳的吧？既然云山宗主相信的话，又何必再多此一问？云灵的话我信一半，他的性子我了解。不过，不管此事究竟谁对谁错，可将我云岚宗弄成这般模样，这声誉必须要挽回。没想到这云岚宗也出了一个斗宗强者，可惜，比起当年的云破天，似乎还是差了不少啊。你是大陆上的强者，不知是哪方势力？虽说我闭关已久，可对于大陆上的势力，倒也略知一二。这可不能透露。不过在此提醒你一声，莫要以为成为斗宗强者便能为所欲为。这个小家伙，奉劝你最好不要妄动。在这大陆上，有能力毁灭你云岚宗的，并不少。这是威胁，你可以这么认为，不要怀疑我这话的真实性。你们一起吧。云岚宗这么多代积累的声誉，不能断送在我手上。不过，若是你们能从我手中离开，今日之事也就一笔勾销了。别问关于我的事，日后时机到了，自会知道。带着那条大蛇快走！海老，
宗啊，海波东和灵隐联手，能否打得过云山？很难。下去。小家伙，你们输了。别反抗了，在云岚宗待上几年时间吧。你需要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一点代价。老家伙，刚才打得爽了吧？他不是在禁忌中失败了吗？